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随着泰坦号潜水器残骸被打捞出水，媒体的关注点呢也转移到里面乘客的遗骸上。根据最新报道，打捞人员已经发现了一些疑似人体遗骸稀碎的组织，但是具体属于谁，要通过亲属 DNA 比对才能确认。而几名乘客的遗体大部分也许会永远消失在茫茫大海中。如果把时间倒回100多年前的泰坦尼克沉没之夜，那1000多名葬身于冰冷海水中的乘客和船员，最终也只有不到1/5的遗体被找到。而且由于沉船过程中所造成的各种破坏，里面有很多人的身份也无法得到核实。这些泰坦尼克号遇难者的遗体大多被安葬在了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的一处公墓内，其中那些实在无法辨认的会立上一块无名氏墓碑，刻有泰坦尼克号乘客字样。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小故事就是从这样一块墓碑和一双红色的小鞋子开始。1912年的5月初，泰坦尼克号沉船悲剧发生2周以后，在各方的协助下，漂浮在海面上的遇难者遗体和他们的遗物被陆续打捞上岸，运送到距离最近的一座大城市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当时的卫生条件并不好，担心如此大量的尸体腐败会引发瘟疫，在当地法医的主持下，遗体的辨认工作加班加点的进行，主要是根据死者身上所携带的船票钱包等身份信息来完成。而那些身上没有携带证件，或者是在事故过程中衣物和身体严重损毁的人，则被简单的写上姓名和估算年龄，草草下葬。而在那个年代的医学认知中死者身上穿的衣物也是传染源之一，而且无法进行清洁回收，所以大多数死者在下葬的时候仅能保存一些金属首饰，其他所有打捞上来的织物类和鞋子则被统一的送往郊外进行焚烧。一名叫做 Clarence Northover 的哈利法克斯警官就是负责焚化这批遗物的人。在某一车衣服中，他看到了一双小小的红色皮鞋，他心中一动，忍不住把这双鞋子从焚化堆里捡了出来。鞋子非常小巧精致，两边还用红色的珠子做了小小的半扣，看得出来父母是花了一番心思为孩子挑选而来的。捧着这双鞋子，警官想起了自己那个才1岁就夭折了的儿子，他也曾经把那一双小脚丫子如珍宝似的捧在手心，也曾在失去儿子的时候痛不欲生。如今看到了这双鞋子，他不由得在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身影。孩子穿着这双鞋上了泰坦尼克号，但是却再也没能踏回陆地一步。想到这儿，警官违规地把这双鞋子给留了下来。他带回家，找到在医院里当护士的妻子，让他帮忙打听一下，是不是有一个穿着红鞋的小遇难者，以及他到底是谁。妻子托人打听，最后还真的从法医那儿看到了一份验尸报告，上面标明死者是大约1岁的男孩，他是所有被打捞上来的遇难者中最小的一个。孩子被发现的时候，穿着粗花呢上衣、褐色裤子以及一双红色的皮鞋，一看就是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衣物口袋里没有发现任何和姓名相关的信息，于是他就被命名为了4号死者，不久后葬于泰坦尼克死难者公墓。善良的警官和他的妻子却一心想要找出这个孩子的身份，哪怕他仅仅只是在世上活了1年，哪怕他的父母也葬身大洋，他终究是家人心中的宝贝，不应该无名无姓的被埋葬。于是他们将鞋子的照片发往北美和欧洲的各家报社，希望能够通过登报的方式找到孩子家人的下落。他们还给泰坦尼克号的母公司白星航运写出了很多封信，想要获取当年的乘客名单以及介绍，想要找出有没有相似描述的孩子。可是就在这时，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整个欧洲在战火中挣扎，警官夫妇的信件如石沉大海。好不容易等到了战争结束，却传来了消息，当年的白星航运早已破产，泰坦尼克号的资料也被毁得七七八八，完全查不出任何头绪。然后呢，又迎来了2战。此时年事已高的警官夫妇对这个事儿已经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了。他们觉得，即使这个小宝宝有其他的亲戚还活在世上，
很可能也已经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他可能注定要作为一个无名氏，长眠在加拿大这块陌生的土地上了。于是夫妻俩自己出钱给孩子重新竖了一块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面写道：纪念一个没有名字的孩子，他在海上被发现，因为泰坦尼克号而死。而在墓碑的背后刻着的是一句凝聚了警官夫妇这些年所有感情的话：他是我们所有人的孩子。几年后，夫妇二人相继去世，他们要求把自己埋在离小宝宝只有不到10米的一处墓穴，旁边还葬着他们那个夭折的儿子，为的是想要在地下陪伴这个孤独的孩子。而那双被他们珍藏了几十年的小鞋子，最后被捐给了哈利法克斯的泰坦尼克号沉船纪念馆，鞋底上还留着警官当年写的一行字：唯一一个死于泰坦尼克的婴儿，这是属于他的鞋子。在之后的很多年里，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双小皮鞋慢慢的开始褪色，从之前的红色变成了棕色，最后成了褐色，皮质也开始老化变形。之间有无数的游客在博物馆里看到了这双鞋，而一代又一代的讲解员也向他们讲述了警官夫妇为了找出这个孩子的身份做出一生努力的感人故事。安徒生在童话里把小美人鱼叫做海的女儿，而泰坦尼克号博物馆的讲解员也称这个无名的孩子为大海的孩子。时间到了2002年，随着 DNA 技术的进步以及亲属血缘鉴定的出现，辨认当年泰坦尼克无名死者的工作也被再次提上了日程。在经过同意以后，他们打开了哈利法克斯公墓中的3柱墓穴，提取了里面死者的 DNA 样本，其中就包括了这位大海的孩子。因为已经被埋葬了整整90年，孩子的小小尸骸已经被腐烂的只剩下了几颗牙齿和一根不到6英寸长的骨头。不过他们在棺木的缝隙中找到了一块闪着荧光的东西。经过修复以后，发现是一枚银质胸针残片，上面还能勉强辨认出刻着的一行字儿：我们的宝贝。这可能是孩子父母留给他最初也是最后的一份礼物，而且和多年以后警官夫妇刻在他墓碑上的那句我们所有人的孩子异曲同工。不过有一点，当年的警官夫妇却说错了，那就是这个小宝宝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泰坦尼克海难中罹难的婴儿。根据乘客记录，当时至少有2个1岁的小宝宝不幸去世，其中一个来自瑞典，另一个来自芬兰。可是根据那一小袋骨骼上提取的 DNA 进行人种溯源，专家们发现这个无名宝宝并不具备北欧人的血统特征。难道说泰坦尼克号上还另有没登记在册的婴儿吗？细心的研究人员也发现那双小鞋子的底部明显有着磨损的痕迹。如果一个1岁大的宝宝他应该是刚刚学会走路，那么鞋底应该不会有如此大的磨损才对。之前的法医和警官夫妻都是从孩子的身高以及鞋子的大小估算出他是个不到1岁的婴儿，但是有没有可能这其实是一个身形比较小但是年龄却大一些的孩子呢？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的鞋子磨损的比普通1岁的孩子要严重，因为他已经学会走路有一段时间了，而这也许是他穿的最多也最心爱的一双鞋。根据一颗牙齿上牙釉质的厚度也证实了他们的猜想，他很可能是一个2岁左右的孩子，已经开始吃一些有硬度的辅食。他们还在那双小鞋子的内部发现了一些消炎的成分，这是当时在英国比较流行的一种处理皮革的方式，通常会用于比较高档的鞋子。于是他们把孩子的年龄区域扩大，再将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名单梳理了一遍，重点放在那些带孩子出行的英国家庭。而这次一个叫做 Sydney Goodwin 的孩子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在沉船的时候， Sydney 1岁07个月，是 Goodwin 家中最小的孩子。父母当时卖掉了英国的房子，带着一共6个孩子来北美投奔亲戚，准备开始新的生活。这张照片里是 Goodwin 夫妇和他们的5个孩子，当时最小的 Sydney 还没有出生。他们一家8口本来买的是另一条船上的2等舱船票，但是在临行前却决定换成了泰坦尼克号上的3等舱。之所以做这个决定，一来是看到宣传上说这条航线能够比其他路线提前3天到达纽约，二来这艘船在当时最大最豪华，即使是3等舱也比其他船的2等舱来得宽敞舒适。
于是呢，一家人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登上了那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巨轮。但是令人痛心的是，他们全家8口人，最后没有一个人在船难中活下来。根据当年的打捞记录，小 Sydney 被发现的时候，身上包裹着一件比他大了很多的救生衣，很可能是父母在最后关头决定把救生衣让给最小的孩子。只可惜啊，这件救生衣也没能在冰冷的海水中拯救他的生命，但是却让他成为了全家唯一一个遗体被发现的人。通过当年的传票信息，研究人员最终找到了 Goodwin 一家计划想要投奔的亲戚，他们其实就住在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附近，距离小宝宝最后长眠的哈利法克斯有1700多公里。他们找到了这家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她的母亲和 Goodwin 家的妻子是亲姐妹，算起来她其实是小 Sydney 的表妹。研究人员提取了老奶奶的 DNA 样本，经过亲属比对之后，确认了那个无名氏孩子，人们口中大海的孩子，就是当年不幸去世的 Sydney。 老奶奶是在沉船后第6年才出生的，但是从小就听母亲讲过姨妈一家的故事，说那未曾谋面的6个表哥表姐都死在了那场惨烈的沉船事故中。当时听说泰坦尼克出事，姨妈如五雷轰顶，连夜赶往美国纽约，在那些获救的人中反复打听妹妹一家的下落，直到3天后才不得不忍痛接受了他们全家无人生还的残酷事实。后来呢，他还在尼亚加拉瀑布附近的墓地给 Goodwin 一家立了一座空墓，时不时带着孩子前去悼念不幸逝去的一家人。老奶奶怎么都没想到，在现代科学的帮助下，她居然能够在有生之年知道那个小表哥的下落。不久后老奶奶带着自己的儿女们飞往了哈利法克斯，又重新举行了一次葬礼。她将之前发掘出的那几颗牙齿和那一小段遗骨重新进行了安葬。之所以没有将小 Sydney 的遗骸带回尼亚加拉瀑布，也没有选择将她的名字重新刻上墓碑，是因为老奶奶觉得，如果没有当年警官出于善念留下的那双小鞋子，以及夫妇2人当年所做出的种种艰苦的努力， Sydney 小宝宝很有可能会作为船难中的无名死者而被历史所遗忘。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作为大海的孩子，永远陪伴在警官夫妇身边，永远眺望着那片大海，守候长眠于海面下的泰坦尼克号。感谢收看 M2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一下。咱们下期再见。